10年之功，废于一旦。天日昭昭，天日昭昭，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。几个时辰后，天一亮，我就会被押赴风波亭，在那里结束我39年的命运。他们剥夺了我的头盔，卸下了我的重甲，甚至用大理寺最阴冷的铁链锁住了我的手脚。但此刻，这只曾经握过82斤铁枪的右手，正紧紧握着一支笔，笔尖吸满了墨汁，很沉，比我在诛仙阵举起的那杆长枪还要沉。我必须在死前留下点什么，不是为了求饶，不是为了辩解。我抬起头，看着眼前那盏快要燃尽的油灯，火苗呈现出一种微弱的橘红色，在潮湿的墙壁上投下一个扭曲的影子。大理寺的死牢比塞外的冰雪还要冷，塞外的雪落在身上，化成水流进铠甲里，至少还带着活人的温度。但这里的冷是从石头地砖里渗出来的，是从生锈的铁链里爬出来的，顺着脚踝一寸一寸咬进骨头里，铁链摩擦过石板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在这安静的可怕的空间里，这声音竟然成了唯一的陪伴。牢房的角落里有一股很重的霉味，混合着干涸的血腥味，还有劣质墨汁的淡淡臭气。这就是我大宋朝的岳飞在人世间最后闻到的气味。他们说我犯了谋反的死罪，罪名是莫须有。这3个字多么轻巧，轻的就像这牢房里飞舞的灰尘，却又多么沉重，重的压断了整个江南的脊梁。我笑了，嘴角扯动了脸上的伤口，一阵刺痛。我低下头看着面前这张粗糙的宣纸，这是狱卒偷偷塞给我的。他不敢看我的眼睛，只是小声地说：“岳元帅，写点什么吧。”看着鼻尖上将落未落的墨汁，我突然想起了黄河的水。那一年我们打到了诛仙阵，那是我离汴京最近的一次，近到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能看见故都的城墙。我还记得那天傍晚的光线，太阳很大，红得像血一样悬在无边无际的平原尽头。风从北方吹过来，带着干燥的沙土，还有马匹身上那股熟悉的汗味。那是战马的味道，是兵器的味道，是胜利即将到来的味道。我骑在马上，看着眼前的将士们，他们的盔甲上沾满了泥土，沾满了敌人的血，他们的脸上带着极度的疲惫，但眼睛里全都是光，那种光比天上所有的星星都要亮。我听见马蹄踏在结冰的河面上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我听见风卷起我们的月字战旗，发出烈烈的巨响。我以为我们真的能回去，我以为我能把这面旗帜插在汴京的城头上。那一刻，我手里的长枪好像没有任何重量，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是我意志的延伸。只要我指向上方，千军万马就会跟住我，踏平所有的阻碍。我曾经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这杆枪刺不透的，没有什么是铁骑踏不碎的，直到那12道金牌像12把看不见的刀，一把接一把插进了我的背里。1天之内，12道金牌，字字句句都是急令，都是退兵，那不是敌人的刀，那是来自我誓死效忠的君王。我还记得接到最后1道金牌时的触感，那块金牌很小，很冰，上面雕刻着精致的龙纹，在我长满老茧的手心里显得那么华丽，又那么荒谬。我抬起头看着南边的天空，南边是临安，是西湖，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地方。那里没有风沙，没有战火，只有精美的亭台楼阁和永远唱不完的江南小调。而我的眼前是冻硬的土地，是无数战死兄弟的坟冢，是那些跪在马前死死拉着我的缰绳，哭着求我不要走的老百姓。他们的手很粗糙，他们流着眼泪，问我：元帅，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只能看着他们的手，看着他们因为寒冷而冻裂的嘴唇。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的不像是我自己发出来。我说：10年之功，废于一旦。那一天的黄昏特别漫长，我拉着了马头，背对着汴京的方向。那是这辈子我做过最艰难的一个动作。转身的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听见了某种东西碎裂的声音，不是冰块，不是兵器，
是某种一直支撑着我站立的东西。我知道，从那一刻起，那个一心想要收复山河的岳飞就已经死在诛仙阵了。现在坐在这个大理寺牢房里的，只是一个等着被处决的躯壳。风从墙壁高处的透气孔吹进来，把油灯的火苗吹得摇晃了几下，光影在墙上剧烈的跳动，像极了战场上的刀光剑影。我收回思绪，重新看着眼前的这张宣纸。大理寺的审讯已经结束了，他们用尽了所有的刑具，那些冰冷的铁器一件一件在我的皮肤上，在我的骨肉里留下深深的印记。他们想要我承认，我想要谋反，他们想要我低头，想要我用这双拿枪的手写下一份认罪的公状。负责审问我的官员坐在高高的案台后面，他的脸隐藏在阴影里，甚至带着一丝怜悯。他说：“岳飞，这又是何苦呢？你心里清楚，想要你死的不是我，我当然清楚，我怎么会不清楚？想要我死的是那个坐在龙椅上每天晚上都睡不安稳的人。他害怕我打赢，他害怕我赢回了以前的皇帝，他害怕我手中的兵权，他害怕这天下人只知道岳元帅，不知道赵官家，所以我必须死。这不是战场上的胜负，这是权力的算计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将军，我只是一颗棋子，一颗失去了利用价值，甚至开始变得危险的棋子。既然是棋子，就可以被丢弃，被销毁。这就是大宋朝的规矩。我没有生气，也没有反驳，我只是觉得有些累了，真的很累。从20岁从军开始，这几十年来，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觉。我总是在听风的声音，听马的声音，听远处传来的号角声。现在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，明天在那个叫做风波亭的地方，我就可以真正的睡一觉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牢房里的空气很冷，吸进肺里，有一种刺痛的清醒感。我握紧了笔，这一次手没有再发抖，笔尖落在宣纸上，墨汁迅速地渗透进纤维里，散开了，像一朵黑色的花。我写得不快，每一笔每一画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像是在岩石上雕刻，像是在战场上挥舞长枪。这是我留在这世上的最后的痕迹，不是给皇上看，不是给那些文武百官看，更不是给那些想要我死的人看，我是写给天看的，写给地看的，写给那些和我一起战死在北方的兄弟们看。笔锋在纸上转着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在安静的牢房里，这声音显得格外清晰。我写下了4个字，然后停顿了一下，又写下了同样的4个字，一共8个字。写完之后，我放下了笔，笔管滚落在桌面上，发出轻微的碰撞声。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闭上了眼睛。油灯发出啪的一声轻响，灯芯燃尽了，四周陷入了彻底的黑暗，没有光了，但我却觉得心里从未有过的明亮。天快要亮了，闭上眼睛，在黑暗中安静地等待着天明。几个时辰后，冬日的晨光穿透了铁窗，风波亭落下了那一年最大的一场雪。没有人知道他在最后一刻是不是看见了故乡的燕子，是不是听见了战马的嘶鸣。狱卒打开牢门的时候，牢房里已经空了，只有桌上那张宣纸在寒风中微微地飘动着，上面的墨迹已经和血水一起彻底浸透了。不过那张纸上写着的天日昭昭，天日昭昭8个字，在未来的几百年里，究竟在多少人的梦里回荡过呢？这又是另一个漫长的故事了。夜深了，把这份平静与释然留在梦里吧。明天我们再说一个故事给你听，记得回来。